大家好，我是哲嘉，今天来教大家规格驱动开发。那英文是叫 Spec Driven Development。那在 SDD 出现之前，大家应该听过像 BDD、TDD 这种以业务逻辑或者测试为导向的开发方式。那 Vibe Coding 发展到现在，开规格这件事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出现了这种以规格为导向的开发。那像这种 BDD 啊、SDD，他们都会有一套流程或者方法，或者更好的点就是还有工具让你去实做这种以什么为导向开发的方式。那今天用来实做 SDD 的工具，我选择使用 GitHub SpecKit。那就我所知，它应该是最早出现用来是做 SDD 的工具。那后续也出现了 OpenSpec，或者一些 Vibe Coding 工具里面也有像 PlanMode 这种比较轻量的规格驱动开发方式。那 SpecKit 的话，它主要有最上面这5个流程，那下面2个是 Option，就是可做可不做。那不同的工具，它的流程会不太一样。像 OpenSpec 的话，它的流程会再更简单一点。那接下来讲 SDD 的每一个步骤要来做什么。那第一个叫做 Constitution，它的英文翻译叫做宪法，就是用来建立这个专案最大的原则。或者你后续这个专案有什么更新的话，也要再更新这个宪法。那这个会是专案层级的阶段。那你后续要开发新的 feature 的话，就会从这个 specify 开始，不会每一次都会需要再建立一次。第二个步骤是 specify，就是开始开规格。那如果你之前已经有做过这个 constitution，那下一次你开一个新的规格，就是从这个步骤开始就好，不需要从第一个宪法的步骤开始。那第3个步骤叫 plan，那它也很类似是开规格，那差别就在于它是去补一些技术细节，就是比方说你什么事情想要用什么样的技术去做，比方说你的 CSS 就是想要用Tailwind，那你偏好的 UI library 是什么这样？这其实就是很像我们真实工作中可能会有2套规格，像 Specify 这边的规格就是比较像在讲人话，就是可能给老板或者顾客看的那种。那在 Plan 这边开的规格，它就会比较像是给 RD 去看的，就是具体每件事的细节要怎么做。那当我们计划完之后，下一部分就是去拆分任务，把我们刚刚这个 spec 它的计划拆成一项又一项的任务。那最后一个步骤就是 implement，就是实际去让 agent 帮你生扣这样。再来讲下面这2个 option 的动作。那 clarify 是在你做完 specify 之后，去让它检查有没有一些不明确的定义，就是它的规格可能一开始开的比较模糊，那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字眼，像什么 should、应该、大概要怎么做这样，那它就会找出这些比较模糊的规格，然后问你是想要怎么做，那它都会给出一些选项，然后建议你选哪一个选项，原因是什么，那你就是在回答，或者你也可以不用照他的选项，就是讲你希望这件事情要怎么做。那 clarify 简单来讲就是去再进一步去理清规格，让这个规格更严谨。
那通常他都会问蛮多问题的。那都问完问题之后，这份规格就会变得比较严谨。那 analyze 它是在 task 这个动作之后，它是用来找你这份规格有没有一些潜在的问题，帮你去提早发现问题这样。那讲到这边，大家应该很了解 SDD 的流程了。那我们来比较一下，什么时候比较适合直接下 prompt，那什么时候比较适合用 SDD。那 prompt 的话，它比较适合就是比较小或者比较简单的事情，因为你不确定它会如何帮你生口，那它可能做得对，可能做得不对。那今天如果你要开发的 feature 是比较大的话，那如果它做错成本很高，那你可能就比较需要控制它每一步具体要做什么，那就会比较适合用 SDD，了解它每一步确实要做什么，那大概也会了解它最后做出来的成果是什么样子。那老实讲，Spakey 是比较 heavy 一点。那如果你今天要做的事情复杂程度用 Prompt 太简单，但是用 Spakey 的话又显得成本太高的话，那你可以使用 OpenSpake，它的步骤就没有这么多。那如果再更简单的话，就可以使用像 Cursor 的 Plan Mode，它会先告诉你它打算怎么做，那你看觉得如果没有问题，再让它直接实做。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下一集我们来讲怎么在专案里面加入 Spakey，还有执行 Constitution 这个指令的功能。那我是哲嘉，我们下次见。